各位又嚟到令人期待星期四。咁睇開電影嘅大家都知道，星期四就意味住又有新一批電影上映啦。咁我就喺第一時間去咗睇套我都期待咗一排嘅《5月的你12月的他》May December。咁話說前排金球獎就公布咗入圍名單啦。咁呢套《5月的你12月的他》呢，亦都係入圍咗音樂及喜劇類嘅最佳電影啦、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同埋最佳男配角嘅。咁其實我好奇呢，點解電影會係音樂及喜劇類呢？因為電影其實都係算非常之嚴肅嘅正劇嚟嘅。如果知道嘅朋友呢，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啦。咁由於《5月的你12月的他》呢，讀起上嚟實在太長啦，咁我下面都係會用翻英文 May December。咁可能大家睇到中文片名嘅時候呢，都有啲疑惑啦，咩5月12月啊咁樣，到底啲月份係咩意思呢？咁其實呢個名呢，就要從電影嘅英文原名去解釋啦。May December 嘅意思係解一段後生仔女同埋年長嘅人之間嘅一段愛情關係，咁就好容易理解電影大致上想講啲咩啦。咁電影就係講述由 Natalie Portman 飾演嘅女演員 Elizabeth 呢，咁佢就即將開拍一道關於年長嘅女人同相差咗24歲嘅男人嘅婚姻故事啊。咁為咗更加好去了解電影人物嘅角色呢，咁 Elizabeth 就去咗揾電影嘅原型人物 Gracie 同埋佢嘅老公 Joe 生活嘅地方，咁去近距離觀察佢哋嘅生活啦。而電影嘅過程就慢慢去呈現同埋探討呢個不倫戀背後嘅故事。咁講真啦，電影探討呢個主題呢，我都係覺得非常之驚訝，因為電影本身入邊探討嘅內容係非常尖銳嘅，咁仲要揾啲知名演員嚟飾演當中嘅角色呢。咁因為電影好明顯就唔係想批評呢段不倫戀嘅關係係咪正確呢嗰啲，咁反而呢，喺我嘅角度嚟睇，電影更加想去批判社會對於呢段不倫戀嘅偏見，呢段愛情本身嘅道德探討，同埋呢段婚姻當中人物嘅心境。喺電影入邊 Elizabeth 為咗更加好了解 Gracie 呢個人，佢就問咗 Gracie 身邊唔少人對於呢段關係嘅睇法。咁佢有同 Gracie 嘅前夫啦，同前夫所生嘅仔啦，鄰居啦，當時佢同未成年嘅 Joe 發生關係嘅寵物店嘅店長啦等等。咁 Elizabeth 就喺呢啲愛人身上面咧，就聽咗唔少佢哋對於 Gracie 呢個人嘅睇法啦。咁而呢個睇法咧，都係建基於呢段不倫戀係唔道德啊、非法嘅前提下得出嘅結論嚟嘅。咁當然啦，未成年同埋成年人發生關係，點睇都係唔道德噶啦。咁但係電影啊，就係想打破大家對呢段先入為主嘅睇法。佢哋嘅關係唔係好似啲咩兒童色情啊，或者強姦未成年等等嘅非法啊，同埋好明顯就係唔道德嘅行為，而係去透露咗啊，佢哋係真心愛住對方，無論係年長嗰個啦，定係未成年嗰邊，佢哋都冇話強迫對方去做呢樣嘢嘅。但係由於呢個社會同埋法律呢，對呢件事係唔能夠容忍噶啦，咁所以佢哋生活呢，係一個俾人關注啊，同埋俾人用異樣眼光對待嘅生活當中。而呢段關係嘅爭議性同埋道德問題呢，都令到電影入邊嘅 Grace 嘅老公阿 Joe 啊，咁啊同埋佢嘅仔女呢，有時都會陷入一個比較尷尬啊，同埋唔自然嘅環境當中。咁喺我嘅角度嚟睇呢，咁佢哋好珍惜呢段關係，但係由於外界偏見啦，都令到佢哋開始質疑呢段關係。而呢個時候就嚟想講一講電影入邊最複雜嘅人物老公阿 Joe， 而呢度就會開始涉及劇透啦。如果唔想俾人劇透嘅話，請跳到呢個時間點，或者睇完電影再翻嚟睇啦。佢同 Gracie 明明係真心相愛，但係因為 Elizabeth 嘅到來呢，而令到呢個維持咗好長時間嘅謊言一下就俾人打破咗。佢哋一直都喺度扮自己係唔在意人哋點樣睇呢段不倫戀。但係直到 Elizabeth 不斷問佢哋關於呢段關係嘅問題，而令到佢哋都開始自己思考啊，呢段好耐都冇去討論嘅關係。Joe 對於呢段關係嘅迷茫，就喺佢同 Elizabeth 嘅不斷相處當中呢，都開始有所疑惑同埋猶豫啦。佢同 Gracie 嘅關係究竟係愛情啊，定係責任啊？由於佢同 Gracie 發生關係之後呢，阿 Gracie 就有咗啦。咁
咁阿 Jo 就好順理成章咁同 Gracie 結婚，佢哋亦都維持咗呢段婚姻好長嘅時間，咁都好似呢段關係好穩定啦。咁然而電影後邊呢，就安排咗阿 Jo 同 Elizabeth 發生咗關係，咁就好似阿 Jo 喺度試探緊自己對 Gracie 係愛啊，定係年少輕狂嘅一時衝動。經過電影入面鄰居對於一開始見到阿 Gracie 嘅諗法呢，就係覺得 Gracie 係好得意啊、聰明啊，就好似從來冇嬲過咁樣。同埋電影後面都向觀眾透露咗啦，其實一開始呢係阿 Jo 去勾引 Gracie 先嘅。咁都對於 Jo 對於自己當時嘅選擇嘅對錯咧都有所懷疑。咁當佢同 Elizabeth 發生關係之後翻咗屋企，同 Gracie 去傾佢哋逃避咗好耐嘅問題啦。咁呢段關係嘅結果係如何呢？我哋都唔會知道噶啦。咁電影入邊都冇直接開估啦，咁就不過等我嚟猜猜下啦。而喺電影入邊呢，我哋知道阿 Jo 咧嘅興趣就係養蝴蝶啦。咁有一日佢就發現咗一塊葉上面出現咗3粒蟲卵。咁我相信呢3粒蟲卵呢，就係象徵住 Gracie 同埋阿 Jo 嗰3位細路啦。而電影最後呢，蝴蝶終於破繭而出嘅時候，Jo 放生咗蝴蝶，咁都意味住阿 Jo 呢喺呢個時候就要對佢哋嘅細路放手啦。咁都等於喺呢個世界上自由咁飛啦。而去到後面我哋都發現呢，喺呢班細路嘅畢業典禮上面，阿 Jo 冇同 Gracie 出現喺同一個地方。Gracie 喺家長席上面，而阿 Jo 就喺圍欄後面睇住班細路。咁我諗呢個都意味住佢哋嘅關係呢已經翻唔到係之前咁樣啦。阿 Jo 最後唯一在乎嘅就只有佢嘅細路。我相信都意味住佢喺愛情同埋責任上面選擇咗責任，即係代表佢認為呢段關係可以維持到依家呢，都係因為班細路嘅啫，而唔係佢同 Gracie 嘅愛情。佢對於 Gracie 有冇愛，我哋就不得而知啦。但係起碼我哋可以見到 Jo 嘅選擇。講咗咁耐 Jo 仔啦，之後都嚟講下呢部電影我覺得最悲慘嘅角色，由 Julianne Moore 飾演嘅 Gracie。咁點解我話佢最悲慘呢？係因為佢由始至終都認為佢同 Jo 嘅關係係好純粹嘅愛情。佢對於阿 Jo 係冇嗰種年齡嘅隔膜，佢都對於 Elizabeth 視為對等嘅關係。年齡喺佢眼中根本就唔重要。佢係阿 Jo 嘅老婆，佢係班仔女嘅阿媽，就係咁簡單。相愛年齡嘅要求呢，都只係呢個社會強加喺佢哋身上嘅枷鎖。佢冇對於當年同 Jo 發生關係嘅內疚感，佢只係好好扮演住佢喺呢個家庭主婦嘅角色。咁每日都幫其他鄰居焗蛋糕啦。咁 Gracie 將焗蛋糕呢樣嘢呢，視為一個主婦日常會做嘅嘢，咁亦都視為佢同主婦同等地位嘅交流。但係鄰居就叫 Gracie 整蛋糕呢，都係為咗令佢有啲嘢做嘅啫。咁呢個都可以視為鄰居對 Gracie 嘅施捨啦。佢哋根本一開始就冇當 Gracie 係正常人，而當佢係算係一少少精神病患者咁嘅樣啦。咁而 Gracie 呢，係尋求人哋對等嘅認同，咁所以佢會叫 Elizabeth 同佢一齊幫個女睇畢業典禮嘅裙啦，幫佢化一個佢平時會化嘅妝啦。咁佢亦都希望 Elizabeth 可以了解真實嘅佢。所以電影入邊Gracie 會問 Elizabeth 同佢相處嘅呢段日子係唔係可以幫佢拍電影啊？係唔係可以令 Elizabeth 了解佢啊？雖然 Elizabeth 話佢已經了解 Gracie 啦，但係我哋可以從電影嘅結局入邊就發現 Elizabeth 都係對於 Gracie 嘅印象呢，繼續係嗰個引誘未成年嘅罪犯。而 Gracie 幫個女揀裙嘅橋段呢，當阿女 Mary 聽到佢阿媽話佢哋裙好靚啊，露手臂嘅設計都好大膽，而佢好羨慕個女呢可以咁勇敢去展示自己嘅，可以唔在乎嗰啲不切實際嘅審美標準。其實呢度都表達緊佢自己內心嘅諗法。佢好羨慕阿女可以勇敢展示真實嘅自己，露手臂嘅設計都意味住一個冇任何遮掩嘅自己，唔在乎任何審美標準，亦都喺度暗示佢都唔想在乎世俗對於愛情嘅標準，似係一個現代嘅女人。再加上佢都暗示佢阿爸教佢呢，
一係就着住婚紗嚟我屋企，一係就瞓住棺材嚟我屋企。呢度都暗示咗 Gracie 其實係一個思想比較傳統嘅女人嚟嘅，唔係話佢愛上咗一個細佢20幾歲嘅男人，就算打破咗傳統觀念嘅女人，而佢因為受到呢啲傳統觀念嘅束縛，佢先至咁在意呢段不倫戀。佢喺電影當中喊嘅橋段呢，雖然表面上就因為鄰居唔想佢繼續整蛋糕俾佢啦，但暗面上就代表鄰居呢已經唔想再同佢有任何嘅關係，就連佢哋整蛋糕嘅一絲聯繫呢都斷埋。咁喺電影最後呢，咁 Gracie 同佢前夫所生嘅大仔 Georgie 同阿 Elizabeth 講，其實 Gracie 喺12歲開始就俾佢大嘅阿哥性侵，而導致佢有童年陰影啦，同埋精神有啲問題。但係結局呢 Gracie 就反駁到話呢啲全部都係假嘅咁樣。不過見到 Elizabeth 驚訝樣呢，咁 Gracie 特登強調事情嘅真假，反而就坐實咗呢件事嘅真實性。而最後Gracie 話冇安全感係好危險，其實佢好有安全感。希望 Elizabeth 喺拍電影嘅時候都可以記住呢個呢係 Gracie 呢個角色最後嘅防線。佢唔希望電影入邊嘅佢係一個引誘未成年精神又有問題嘅人。咁當呢個電影公諸於世嘅時候，亦都代表住 Gracie 嘅最後尊嚴同埋精神世界呢都會隨之而崩塌。如果電影真係去到畢業典禮就完嘅話呢，電影對於我嚟講都唔算係太過深刻嘅。咁直到電影後面 Elizabeth 扮演 Gracie 嘅時候，佢就以一個誘惑嘅狀態去扮演 Gracie， 喺度引誘緊扮演 Joe 嘅演員。咁而電影呢，亦都係對於呢場戲拍咗幾個 take。咁隨住拍嘅 take 越嚟越多啦， Elizabeth 都扮演得越來越誘惑。咁最後希望拍多一個 take 嘅時候，仲話會令到佢呢件事會變得更加真實。從電影結局你就可以發現 Elizabeth 根本就冇了解到 Gracie， 對於 Gracie 嘅感覺仲係嗰位誘惑少年嘅罪犯。其實電影開始佢就不斷喺其他人口中去聽佢哋對於 Gracie 嘅睇法，呢個亦都係佢最後扮演 Gracie 嘅方式。佢同其他人一樣，都認為呢位愛上未成年嘅女人呢，就應該好似係 Elizabeth 扮演咁嘅樣。佢哋唔相信，亦都唔願意去相信 Gracie 係一個正常人。而 Elizabeth 揀演員 Joe 嘅時候呢，佢都覺得 Joe 係性感同埋自信。咁亦都表示佢認為 Gracie 會同 Joe 發生關係呢，都係因為以上原因，而忽略咗 Gracie 係純粹愛上咗呢個人。除此之外啦，咁我對於結局都有另外一個解讀，就係去到後面 Elizabeth 最後嘅驚訝，象徵住佢喺最後嘅一刻先至真正了解到 Gracie。但係佢對於 Gracie 嘅了解呢，並唔符合大眾對於呢段關係嘅印象。雖然佢先決定繼續扮演一個會誘惑未成年嘅 Gracie， 唔知大家覺得邊個解讀更加合理呢？咁如果大家第三個諗法嘅話，都可以留言討論下啦。Gracie 同 Joe 只可以話係生錯咗唔同年代。如果佢哋年齡相近嘅話呢，佢哋都唔會受到咁多來自社會法律同埋傳統思想嘅壓力同埋輿論啦。所以話其實電影就冇話好批評不倫戀係非常之錯道德係完全冇法容忍之類。不過代入翻電影入邊鄰居講一句說話啦，如果同未成年發生關係係唔違法嘅話，咁好多人就會一大麻煩。其實我一開始呢，都以為電影係會好似黑天鵝咁樣，Natalie Portman 呢飾演嘅 Nina 為咗扮演好黑天鵝，咁只好成為黑天鵝本身，而 May December 反而走咗去一個唔同嘅方向。咁我都係非常之中意呢部電影嘅題材啦，我係覺得非常之新鮮。咁演員嘅演出都係非常出色，電影想表達嘅內容同埋角度呢，我都覺得好特別啦，同埋深入嘅。你唔會對不倫戀感到同情或者憤怒，而只係對於 Gracie 得唔到一個普通嘅愛情而感到可惜同埋遺憾。呢部電影可以話係近期我覺得後勁都唔錯嘅電影嚟嘅。咁電影當中人物嘅內心都有好多地方值得探討同埋解讀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入場睇下呢套電影啦。入圍金球獎最佳電影都證明咗呢套電影本身嘅質素啦，所以唔使擔心，即管放心買飛啦。咁追呢條片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訂閱呢個 channel， 有咩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咁唔講咁多啦，希望喺戲院嘅大家
我哋戲院見。